好，今天持續要關心到的是川普一個人搞垮全美國，因為現在呢，油價已經漲到了11月期中選舉的話，是不是會全面的潰敗呢？油價已經正式的又正式的突破了100的這個數字哦，100美元數字。那另外一方面，川普現在呢把自己當救世主了，他怒嗆教宗梁14世，他認為他非常的軟弱，非常的糟糕。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在荷姆茲海峽現在面臨到雙方美伊都說把這個荷姆茲海峽給封鎖之後，確實我們看到油價又來到了3位數，又突破了100美元新高。美國人現在恐怕也非常的憂心了。川普的在最新他面對媒體的時候特別講到了，油價呢恐怕在11月期中選舉之前都會維持在一個高檔的價格，這恐怕是讓美國人民感到非常的憂心了。那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伊朗的國會議長最新也說了，他說在這個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你們很快就會想念4美元的這個油價了。他對美元嗆聲，並且呢，他在社群發文，特別來看到這張圖哦，他貼出來的是美國的加油站的各個加油站裡面的油價。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油價的部分都是大概落在4到5美元的一個油價。他說：“你好好的享受這個時刻哦，因為接下來的油價不會只有這麼便宜而已了。”再來比較敏感的事情是，本來呢要在德州舉行的這一場保守派正式行動會議，是共和黨保守派的一個年度的一個大會。那怎麼回事呢？川普為什麼缺席啊？白宮說，因為呢，川普行程太滿了。但是呢，外界也做了一個分析，說，因為川普只要出現，就會變成一個政治的負資產嗎？等一下我們會來解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共和黨內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心惶惶。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加碼爆料說，川普私下常常提到，在任期結束之前，他會對核心的顧問群進行大規模的特赦，而且還開玩笑說，只要踏進這個橢圓形辦公室，你只要人在200英尺的人，我都會把你在這個辦公室的周圍的這些人都會把你赦免。那白宮發言人說，他只是幽默開玩笑而已。但是呢，其實我們統計了，從川普上任以來，特赦超過了1800人，也引發熱議。好，我們先來關心到油價。川普說了會一直漲，一直漲，漲到呢11月都會維持在一個高價，會不會影響搞垮共和黨，甚至是美國經濟？楊老師怎麼看？研究美國政治最喜歡講一句話 ：“All politics are local”， 也就是所有的政治，尤其選舉政治，都是在地的問題。那什麼叫在地的問題呢？經濟當然是排名 No.1 哦。然後呢，選舉人或者是派系家族，我們台灣的選舉家族的力量非常的強。那在美國呢，因為眾議員是每2年改選一次哈。他如果用心的話，他其實選區經營不是大問題。那但是呢，你看到這一次，第一點，現在的經濟情況真的不太好。川普都警告了，油價會一直漲到11月，現在已經漲得不得了，一度過去漲到120，後來因為停火掉下來，現在又回來，大概破100。那你想看到11月還要漲到什麼時候去？現在大家加油是一邊加油一邊在罵川普。基本上大概都是這樣子。是。那油價增加了，肥料、食品、通膨、CPI、PMI 數字，通通不會好。經濟最在地的東西，最關鍵的就是經濟。那影響經濟最大的，在今天的這個當代的經濟當中，那就是能源。你打伊朗就碰到能源的最敏感的核心，現在證明是如此，而且不止能源，大宗物資也是如此。那一方面是經濟，另外一方面，你戰爭時候所花的錢的財政支出也不得了。各位，美國現在的對這個整個外債正式的破40兆美元。我們過去從去年還38兆，你看好快哦。美國人花錢跟這個水龍頭開的不會停下來的，38兆、39兆，現在正式的破40兆，因為這2週啊，美國在伊朗的軍費已經花費超過600億美元，還在加碼。那當然，你在整個就是未來，當然11月以前看不到。美國在國際這種它的金融地位，美元霸權、石油美元會不會受影響？一定會受影響。所以現在共和黨的這些人都不看好，已經有超過35個共和黨的眾議員就決定不選了。這裡面雖然有一些要選別的職位，但很多人說我沒有辦法再幫
川普辯護。那川普大概也知道現在出去這個露臉呢，一定會被人家打臉，所以呢也就不參加這些活動了。是。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到艦長又怎麼看？尤其是這個郵輪的封鎖大戰，到底誰會撐不下去？我們大家一直都會認為啊，這個大國會撐不下去。其實真正撐不下去的反而是小國。為什麼？因為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我們就會發現啊，霍姆茲海峽真正輸出的是全球26.6%的這個原油啊，可是這些原油到底運到哪一些國家？那當然，中國它每天運輸的就是540萬桶啊。那如果對於說南韓的話，就是170萬桶；那如果對於日本的話，就是160萬桶。那大家覺得這數量都是很多，可是我們要仔細看，有一個 others， 也就是我們看到這一些有關於東南亞的這些小國。那這些小国，我們來看看它的油價到底漲得多可怕。那別的我們不講，我們就看寮國來講，它的柴油漲了169%。那如果我們看到這一個汽油第一的話，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緬甸的話漲了93.9%。那如果我們換算成貨幣的話，我們這邊看到的那個，例如說以菲律賓來講，它上漲了128%，它原来的柴油呢，其實它的每公升是31.73元台幣，那但是現在已經漲到每公升80元台幣。那有關於汽油的部分呢，我們看到它這邊講說，它菲律賓漲到汽油漲了68.7%啊，它的汽油原來每公升呢是29塊，現在已經漲到53塊，以上幣值全部是用台幣計算了。那我們就知道，相對於在台灣來講，我們的這個油價是被控制住了，但是也別高興，那個就是用全民的納稅的錢來解決的。這件事情造成其地緣的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就看到在南海之前，馬可仕不斷的在南海的這些島礁生事啊，可是他現在說，因為這場戰爭呢，他要促使中國大陸就爭議海域的這個能源問題，他終於想到要共同開發了。為什麼？因為這油漲太多了，我們剛剛講到的都是翻倍成長，2倍、3倍，美國還沒有2倍、3倍，我們就看到川普不敢走來走去了。現在馬可仕應該也是坐困愁城。好，這個是油價的問題哦，油價會影響到選戰。那另外一方面，這個外交場合上面，川普也同樣是面臨許多的壓力。我們來看到的是教宗，他最新又喊話了。教宗他特別在祈禱會上面呼籲說，而且這話好像就是對川普說的。他說呢，不要再崇拜自我跟金錢，不要再炫耀自己的權力，不要再有戰爭。那川普呢，他也直接回嗆教宗，他就說呢，你在這個外交方面啊，外交政策很差。而且呢，在核問題上面的立場非常的軟弱，還嗆說沒有我就沒有今天的你。他乾脆呢，我們畫面上看到直接發一個 AI 的圖片，然後就說呢自己是這個救世主的一個形象，然後呢美軍則是世界的天使。再來看到歐洲國家現在也對這個美國是很頭痛的。我們看到施凱爾最新發文說，我受夠了，這些都是因為普丁跟川普造成的能源賬單每天上上下下的。那匈牙利他的這一場選舉最新的大選，這個本來川普力挺的陣營又失敗了，結束了長達16年的一個任期，也凸顯歐洲現在也非常的不歡迎川普。那玉君怎麼看？反川普潮嗎？這個因為川普他現在是希望推一個極右派在全世界的串聯啊，所以對於川普來說，他不只是把美國想要變成一個霸權，他是想要把他的主義變成全世界的一個霸權。所以這是為什麼歐班在這個匈牙利輸，大家會覺得是這個川普的挫敗。但實際上歐班他只是一連串對於川普這種極端右派的這種理念的一個可以說是最新的一個，可以說是這個受害者。意大利的這個梅洛尼，這是他們的這個總理梅洛尼，以前也是說號稱叫做這個女號川普。那他在他們的國內呢，也遭受過一次選舉的挫敗。那現在他整個聲望，他自己也跟川普開始可以說是保持一個比較安全的距離。那英國的這個總理出來批評他呢，對於美國來說呢，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警訊，因為這個英國事實上在這個北約的這些國家裡面，可以說是一直以來都希望用外交手段打開荷姆茲海峽。那現在看起來，英國对於美國現在已經是，尤其川普的作為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這個認同，然後開始對他做批評。所以美國現在要小心的事情就是，它的外交的信用是完全的溢價。那美國因為它的美元是现在是保持它國力的最大的一個基礎，那它又不是跟黃金在掛鈎的，它用的是它的外交的信用跟國家的信用，那這完全都在崩盤了。所以美國現在對川普來說，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是否外交孤立或者還有沒有朋友的問題，是他自己現在把自己走到一個可以說是死胡同。以前大家對於我們比方說一個國際的博弈，它都是多次的博弈，重複的賽局啊，所以我們不會把這個局勢給弄破。碰到川普，他每一次都跟你玩，就是好像是最後一次，今天你死我亡，每一次都是单次的赛局，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跟他做朋友，就是這樣子。那如果北約國家開始批評川普的話，我覺得美國未來的美元的這個霸權可能很快會走到盡頭。好，謝謝謝玉君，謝謝老師們，謝謝。